知我，决定将生死与共，笃信我不退避的执着。你知我，凭一生顽固磊落，燃尽心中烈火，是真如错。与你心动只止一天，快收！这瞬间。千年冥冥之中的相遇相恋，共赴岁月，为你的安宁住在你身边，以灵魂相见，便握着泪洒盈缺，是诚如错。别动！好了。你若真赶得及，我就答应大哥同我比一场，赢的人便背负兵上场。记得烤火，别着凉。夫妻是要成为彼此的甘与苦。女郎，在想什么呢？袁家子说，朋友知己可以同甘共苦，但是夫妻则是要成为彼此的甘与苦。我没听懂，你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南星从小就在你身边长大，唯一见过的夫妻也就只有郡主和太傅了。可现在他们都……南星是真的不知道。阿母说夫妻要做同路之人，袁家子说夫妻是要成为彼此的甘与苦。你说这甘也就算了，这苦是为何呢？两个人在一起，不就是开心最重要吗？这世间有百样人，也就有百样夫妻啊。女郎无需管他人如何，只需要问你自己，想要跟谁在一起就好了。你说的对啊，我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反正我已经有阿茂了，睡觉睡觉。傻瓜，有我保护你，这些你都不用学，我也不会让你受伤的。那怎么能行？出门在外得靠自己，我怎么能什么事儿都靠你呢？今日你和巫医配合的真不错呀，没想到你学会了战鼓，那袖剑也是你送的吧？对呀，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很帅？我妙手的手艺那更是不用说，今日可太解气了。可你从前总说战场杀伐无志，最不喜杀戮，和平不才是最重要的吗？可这鹰王都打到门口了，这可怎么忍？而且鹰王入城那日，你不是也跟学子们愤愤不平吗？幸而今日萧无疑挖出北沁暗潭，夺回了3州之地，出了这口恶气。有时候啊，拳头才是道理。这句话真没错。我还给萧无疑设计了一把不输龙雀宝刀的好刀，他这样的人，就值得天下最好的刀。可你不觉得，今日我们所有人都被无疑利用了吗？这一战，他不仅赢了3州之地，力挽狂澜所得的人望，也为他日后北府改制奠定了人心。求和谈者是他，得人心者亦是他。
但这有什么不对的吗？有能力又有心守护大业之人，他就该得这样的人望啊！我以为夭夭喜欢与世无争之人。我是喜欢与世无争，但我能选择不争，是因为已经有人替我争了。那若是我也想争呢？探秘生意，这些东西能不能做？后日就要。你当我是大罗神仙啊？穿云箭、引火雷、绣刀，这些东西是说变就能变出来的？你和袁小六一起做，来得及。我加钱，双倍，3倍，再多就没有了。好友之间谈钱多生分，你明知我最想要什么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李乐君不会进入和亲人选。成交。这就是你和一之未来要去游历的地方。对啊，都是我想去的。这其中有几处还是袁师傅告诉我说有特殊的矿石，听着就很有意思，我想去看看。这儿，还有这里，在边境有匪患，要小心。你若方便，可以把你们要去的路线告诉我。军中有看医师，可绘制细于图，以免疏漏。萧无业，得你为友，如得百宝。哎，那到时候我是不是还可以打着你的旗号，在北府军营接宿啊？你做梦！你又不是家眷军属。这些是我为北府兵器改造旅的思路，有些已经完善好了，有些还不够完善。重阳大典那日，我答应过北府兵，要为他们改造兵器，我绝不食言。大多数设计都是异想天开啊，不过天赋还是有的。不如你随我去北府，这个设计武器啊，跟技巧它有所不同，它需要考察当地的地形啊、天气啊和作战方式。停！我是要离开萧无业，不是要卖给萧无业。而且，你是想把我骗到军械界，然后自己偷懒吧？你呀，跟你娘一样，口口声声总想着要闯荡江湖、浪迹天涯。那请问，江湖在哪？天涯又在哪？你看答不上来吧？就想着去游山玩水。我告诉你啊，就当下这世界，往南，暴雨水患；向北，漫天风沙，西行崇山峻岭。最重要的，时不时就会发生匪乱。那也不能还没去呢，我就已经被吓住了吧？那是。不如你拜我为师，我带你去看看你喜欢的沙漠玫瑰、黄陵矿山。最重要的，为师我一定会把毕生所学通通传授于你，让你的机关设计将来一定是位可立名声之物。那能带家属吗？我先不问这人是谁啊，人家愿意吗？堂堂男儿，他就没有自己的志向？他，哟，小媳妇儿呢？谢了啊。谢丫头简直是一点就透。经过我的一番游说之后，她现在对拜师的事情已经心动了。哎，还有，你看你是什么样的运气啊，能让上天送你这样的宝贝？眼熟吗？火麒麟，这是那谢丫头自己翻阅古籍瞎倒腾的，简直跟我之前的设计思路完全吻合。这等天子的确是不能埋没在后宅的风花雪月之中。你可捡着宝了！
你喜欢谢家瑜？是。谢家瑜是走是留，也由他自己来定。太后为殿下采选王妃，这是御史中丞刘大人的嫡女，年方15，通晓诗书，最善抚琴。这一幅是中书监赵大人的侄女，自幼习武，性情飒爽，堪称女中豪杰。乐君，来，你说夭夭是喜月白还是天青啊？还是等她来，自己选吧。阿兄，她平时就喜好琢磨那些器具，可宫中规矩多，也不安全，恐怕难以让她尽兴。哦，她还喜欢听话本子，我们可以养些鱼百戏的，让她开心呢。慈善房那边也差人按照她的口味筹拟食谱了。哎，你快帮我想想，还有什么疏漏之处？阿兄，夭夭可知，你不打算离开健康，却还要接她入宫。只要我能跟她在一起，离不离开健康有何分别呢？怎会没有分别呢？夭夭她心向自由，可你却要她久居深宫，你明不明白？夭夭可以舍了谢家瑜之名，随你行走天涯，可她不会舍了谢家瑜之名，随你入宫。况且，还有这些。这些都是权宜之计，夭夭肯定能理解的。这几日陆陆续续有世家送画像入东宫，似有联姻之意。看来齐王是下定决心不走了。谢娘子仍不知情，这几日正忙着置办给府内诸人的临别礼呢。给世子妃的是一方书阵，给蕊夫人的是一卷最新的针灸针，给王爷王妃的是一副铠甲和一把刀簪，一刀封喉，杀机最快。萧子奇是一摞他自己都没看完的圣贤书，就没了。我和偃月是一人一双新鞋。静心。世子，英王突然反口，要在和谈条款中加码。若再打断我行医，世子就另请高明。居然还不死心，他条件是什么？何事？都下去吧。诺。阿兄，出什么事了？乐君，你和英王可有一面之缘？有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我以为英王会当众罚难，可他后来却没提及此事。我想这下毒之事也摆不上台面，太后和英王应该不会拿我怎样，就放下心来。怎么，是英王他拿此事要挟你了？英王有意以公主之礼，让你和亲北进，以示两国和谈之诚意。什么？和亲？哥哥，放心，阿九会保护你，绝不会让你嫁去北秦的。是我让他们驱散那些百姓的。一志，这些不是你该做的事。那我应该做什么？你在崔家打人了？是，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痛，我觉得痛快。我当年就该把他打死。人在两手空空时，只能以肉身相搏。但我也知道，要收复世家，其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联姻，崔女令仪，世家贵女，自幼聪慧，举止娴雅，内外兼修。臣必当殚精竭虑，联合世家大族，为齐王殿下平明献主，争得一线生机。自今而后，我崔氏一门誓与殿下同心同德，虽赴汤蹈火，亦在所不辞。
当日在宫门前，是我情急之言。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，但我既然当了这个监国，就不能自己妹妹出了事还要你来相救。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，去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也会和你一起继续推行改制。那谢家瑜呢？我会让他自己选择。瑶瑶对我之心，他一定会留下来的。可你刚求娶崔氏女，所以呢，武一，你求娶瑶瑶之事，难道没有世子妃吗？不都是权宜之计吗？你与我如何相提并论？当初谢家瑜与我不过是陌路人，有何不同？我娶崔氏女，不也是为了救乐君吗？瑶瑶爱我，她一定会理解我的。理智，你比我还要混蛋。你说的不错。如果做好人只能被当成棋子的话，那不如做个恶人。某人说要给你造一把天下无双的宝剑，要削铁如泥，要刀剑合一，还要比鹰王的龙雀宝刀强100倍，让我教他金铁冶炼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拒绝呀。不早说。谢家瑜呢？女郎白日出府后就没再回过文生园。坏了！也不至于我凶你2句你就哭吧？你差点暴露我军中机密，我还没同你算账呢。你动了我的仕女图？你堂堂北府将军，江安王世子，表面上一副不近女色，实际上你却偷偷藏仕女图，你丧心病狂。啊，关你何事？我是替你未来的心上人谴责你。若真有此人，让他自己来。等等，人遇刀剑，长短行至，难道不需要参考执剑者的身形臂长吗？这般潦草，到底用心与否？你怎么要求这么多呀？妙手就是这么做生意的。你是收礼的，还这么挑剔？我这人便是如此，收礼要收到心坎上，不然你就别送。伸手。我这没有尺。一念心动，只只一眼，这瞬间，牵动命运之中的线，已相连，共赴岁月，为你的安宁处在你身边，
发带用处可真多。是，还能杀人呢。你若不想被鹰王拐去北京做苦工，跟演员练轻功的时候就别再偷懒。遇到危险，至少还能跑。天大地大，即便是你一个人，也哪儿都能去。北秦太后也在这次来的使团之中。她与鹰王的利益不同，从她入手解决和亲更容易些。但在和谈结束，鹰王离开健康之前，你给我离他远一点。听到没有？知道了，啰嗦死了，跟我阿母似的。我想见阿茂。好，我来跟他说。这崖山不是秦王殿下最想和女郎去的地方吗？怎么给划掉了？阿茂可能不会跟我一起去了。女郎，你别难过了，南星会永远陪着你的。但好像也不全是难过。你还记得我们游登河那次吗？我们把心愿写在小纸船上。我偷偷看了阿茂的心愿，他写的是希望乐君和夭夭心愿得偿。齐王殿下一直都是一个好人，将您和平宁县主放在心上，但他好像从来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说逃婚，他便跟着我逃了，哪怕他当上了监国，我想走，他也愿意跟我走。但我好像从来不知道阿茂自己想要什么。女郎，那你自己想要什么呢？